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厘子。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？那今天我出来散步，现在我在休息，就想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好学中文比较好的办法。其实不是学中文比较好的办法，是学所有语言一个比较好的，可以帮助你确定你应该用哪个词语的办法。就是我在遇到很多学生，他们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到了很高级的水平以后，他们去比如说 Pleco 或者是一些汉语词典找词的时候，这个词典一般会给他们好几个词，那在这几个词里面，他不知道哪个词是他应该要说的。那我的这个办法呢，就可以帮助你确定哪个词是你想说的，而且你不需要问老师，也不需要花钱去上课，你就可以教自己的办法。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，就是昨天我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了一个句子，他说我用射电听中文。我第一次听到射电这个词，我就想射电是什么东西？我从来没有听过射电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他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我发现他想说的是 radio。那大家都知道 radio 其实在中文里面不是射电的意思，它是广播，或者现在我们可以用播客来说 radio。但是为什么会用射电呢？我就用汉语词典查了一下 video 的中文意思，确实它真的有给我们射电这个词。然后我又去谷歌里面搜了一下射电是什么，然后我看到图片，我才发现原来射电是那个科学家用的很大的望远镜，然后它有那个 radio 的功能，所以它也叫 radio。所以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的学生他把科学家用的那个 radio 跟我们平时听的那个 radio，搞混了，他没有搞清楚这两个词的用法。那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好的办法，怎么样去确定你想要的那个词是哪一个？因为每次大家查 Pleco 的时候，Pleco 都会给大家2个词、3个词，但是大部分人会选第一个词，但是大部分人都会选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办法，如果你就是查一个词，然后他告诉了你2个词、3个词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打开 Google 或者是打开百度，然后你选择图片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词放在 Google 里面，然后你 search 一下，你搜一下，然后你再把第2个词放在图片里面，再 search 一下，然后你会发现它给你的图片是2种图片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选择你想要的词。比如说昨天我的学生他想说的是广播，但是他得到了2个词，他得到了射电和广播，他不知道选什么，那他就先在 Google 里面搜射电，然后出来一些图片，然后再搜广播，然后又出来一些图片。这个不就清楚了吗？他就应该知道他应该用的是广播，而不是射电。还有一些例子，我也去试验了一下一些比较，比如说一些 verb 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或者是一些 adjective，比如说着急和担心是所有的学生都分不清楚的2个词，那我就先搜了一下着急的图片，然后呢，我又搜了一下担心的图片。
那着急跟担心它们有一个区别，就是着急它是有时间，比如说我快要迟到了，那我很着急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很着急，明天我就要交作业了，但是我作业还没有写，我很着急。所以着急它是有时间的压力在里面，所以你会很担心。所以因为有时间，所以你很担心，所以这个我们说着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在搜着急的图片的时候，它的那些图片里面都有那个 clock 在里面，都有 clock， 都有钟在里面。但是你搜担心的时候，它的出来的图片都是一个小人，然后头上有很多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着急跟担心它们的区别，就是着急是有时间的压力，但担心就是你想很多，你很担心。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，对，还有一个例子是昨天另外一个学生问我的，他说他分不清过程跟流程的区别，因为这两个词在英语里面都是 process 的意思，但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那我们就又用了这个办法，去搜了一下过程。那过程出来的一些图片都是，比如说一朵花，它从小长到大，这是一个过程。然后一个人，他从小小的 baby， 然后长到这么高的一个人，那它是一个过程。然后我们再去搜流程的时候，出来的图片都是一些工作的 step， 比如说流程，然后 step 1、step 2、step 3、step 4，那这个叫流程。那我的学生马上就清楚了，过程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流程一般我们是用在工作里面，或者是一些政府部门它需要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这个流程，那这样就非常清楚了。所以我觉得搜索图片，用图片来搞清楚两个词的意思呢，其实挺好用的。我觉得大部分的名词、动词还有形容词都可以用这个办法。你不需要去问中国的朋友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也说不清楚。你也不需要去请老师，因为请老师还要付钱。这个办法我觉得应该是最快，然后效果最好，也是最能够让你马上就明白的办法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，你就写在 comment 里面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给大家看看猫 ，Ivy，Ivy，Ivy here。